2012年10月，柬埔寨前任国王西哈努克在北京溘然长逝，他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中柬两国。柬埔寨用10万人的送别队伍来表达对他的爱戴，中国则在天安门降半旗以示哀思。在东南亚小国柬埔寨的现代历史中，西哈努克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。他以王族的身份统治国家，实行的却是社会主义政策。他不止一次地被逼到绝境，但每次都以各方势力求他出面掌控大局告终。他的一生波澜壮阔，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也广为传颂。从毛主席到邓小平，数代新中国领导人都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。中国对柬埔寨的支持数十年如一日，同时中国也在对柬援助中获益匪浅。虽然中国与柬埔寨在1958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但早在1956年，西哈努克就曾访问过中国。而更加隐晦的事实是，在访问中国之前，西哈努克就已经对新中国颇具好感。1953年，柬埔寨借助日内瓦协定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。此时，柬埔寨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。国王西哈努克30岁出头，却已经在国王宝座上坐了12年。为了能够不受君主立宪的约束，更好地参与政治，西哈努克在1955年3月选择主动退位，在幕后观察柬埔寨政局。退位后的1个月，万隆会议召开，西哈努克也参与了这场国际盛会。会议上，周恩来总理专门发表过一份关于柬埔寨奉行独立政策的声明，赞扬了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独立运动。这份声明让西哈努克为之动容，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大国对小国不只有欺凌，也有真心实意的关心。会议间隙，周恩来邀请西哈努克参加中方的招待会，并在招待会上邀请西哈努克访华，西哈努克欣然应允。时间来到1956年2月，西哈努克一行如约来访。这一次，他不仅受到了周总理、陈毅等人的热情招待，还与毛主席进行过多次促膝长谈。由于此时的柬埔寨还受制于人，不敢违背西方的意愿与中国建交，西哈努克有心与中国交好，却又担心中方怀疑自己的诚意。令他感到意外的是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却十分大度。他告诉西哈努克，柬埔寨有困难，我们可以等待。关于两国关系，毛主席多次向他表明，国家不分大小，一律平等，两个国家应该是互帮互助的。短短9天的访问，为西哈努克展示了一条全新的外交思路。在此之前，柬埔寨一直在法国、日本、美国等国家的夹缝中艰难求生，就连邻居越南都在觊觎柬埔寨的国土，唯独新中国是个例外。有了友好合作的氛围，两国之间的往来也愈发频繁。此后，西哈努克每隔2-3年就要来一趟中国，每次都会与毛主席长谈。1960年底，西哈努克第3次来华访问时，他对毛主席说：“我这次已经是第3次来中国访问了。”毛主席则打趣道：“来了3次就熟了。”不过，作为一个小国，此时的柬埔寨并没有资格选择自己的靠山，甚至柬埔寨的邻国越南都能对西哈努克指手画脚。而真正改变西哈努克与柬埔寨命运的事情，则是由美国策动，发生于1970年的朗诺政变。为了平衡国内的各方势力，西哈努克在动荡的60年代罢免了许多左翼领袖，但右翼势力仍不知足，并在暗中与美国政府勾结。1970年3月18号，西哈努克正在莫斯科访问，随后还计划前往法国。这一天，朗诺施利马达集团突然在柬埔寨发动政变，宣布废除西哈努克。苏联政府向他通知这一消息的同时，对他的态度也变得冷淡起来。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又是中国政府向他发出了邀请，让他和柬埔寨政府官员到北京安身。在苏联飞往中国的飞机上，西哈努克还在为自己一朝失势、前途未卜而哭泣。但在北京落地的那一刻，他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的鼓励：“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，我们永远承认您，绝不认同别人。”当年的5·1劳动节庆祝活动上，中国政府邀请西哈努克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。同年5月21号的反帝斗争大会和10月1号国庆节庆典上，西哈努克又接连2次登上天安门城楼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予国际友人如此礼遇。在西哈努克第一次流亡中国的5年时间里，他与周恩来有记录的交谈就有35次之多，与毛主席也有许多或公开或私密的交流。像往常一样，中国还为西哈努克提供了无数实质性的帮助。政变发生的第5天，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。1个月后，中国政府力促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3国4方首脑在广州会谈，达成了旨在联合抗美的印支3国联合声明。5月1号，阿尔登天安门之前，西哈努克向毛主席许诺，等他重新掌权，
必将加倍补偿中国对他和柬埔寨的援助。听到这番话后，毛主席只是回应了一句：“我们不做军火商。”那次交谈中，毛主席还对西哈努克做出了一个令后者铭记一生的评价：“你好像具备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。”这次交谈4天后，西哈努克又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，中国第一个予以承认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政府也展开了对柬埔寨国内的军事援助。当年运往柬埔寨的军事物资就有400吨。为了绕过柬埔寨伪军，中国还重启了当年用于援助越南的胡志明小道。而在西哈努克重新掌权前的5年时间，中国对印支3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占到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总支出的 43.4%。1973年初，美国迫于压力与越南达成停战协议，此后开始从印支3国撤军。2年后，柬埔寨民族解放军打进首都金边，统治柬埔寨5年的伪政权宣告灭亡。与此同时，西哈努克也被新政府请回了自己的国家。虽然西哈努克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，西哈努克这次回国后的结局却不怎么美好。越南战争后，柬埔寨新政府的领导人就是那个波尔布特，他的去城市化政策至今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，人们对这个政府的评价无外乎狂热暴虐。波尔布特政府之所以请西哈努克回国，是因为西哈努克在柬埔寨人民，尤其是农民中享有极高的声望，但他们并不认同西哈努克的温和政策。西哈努克虽然在一开始被尊为国家元首，但回国后就遭到了软禁，只有2位王子可以偶尔与他接触。在红色高棉时期，他的直系子孙中有19位被虐杀，他本人也一直面临人身安全威胁。虽然波尔布特政府的多项政策极大地伤害了西哈努克与柬埔寨人民，但同美国傀儡朗诺政府相比，波尔布特政府依然是一个能代表柬埔寨人民的独立政府。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，中国政府这一次没有对柬埔寨发生的动乱做过多干涉。可是还没等波尔布特把自己玩死，柬埔寨的邻国越南就压制不住自己的野心了。话说在1951年以前，越南共产党的名字就叫印支共产党。在那个急需各国联合抵制帝国主义的时代，越南革命力量在周边国家活动无可厚非，但越共也就此把手伸到了柬埔寨、老挝等国。越南林孙集团上台后，其称霸东南亚的野心昭然若揭。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虽然同样受到过越南的支持，好在民族大义问题上没有向越南屈服。越南战争结束之后，越南就开始了吞并印度支那邻国的进程。1977年，越南与老挝签订友好条约，事实上控制了老挝政局。从此以后，便开始专注于攻略柬埔寨。当年中越边境频频爆发冲突的同时，柬越边境上的流血事件也从未停息。截止到1977年底，两国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，越南的入侵已箭在弦上。转年年初，中国政府发表声明，要求两国停火和谈，为东南亚和平做了最后的努力。然而，越南政府对中国的声明置若罔闻，在1998年年底发动入侵战争，扶持了一个以亲越派韩桑林为首脑的傀儡政府。原本已经宣布退休的西哈努克也受到了波及，他由此开始了他的第2次流亡，这一走就是10多年，期间主要居住地之一依然是北京。当他再次来到北京时，毛主席、周总理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已经不在了。不过，中国政府依旧像对待老朋友一样，妥善安置了西哈努克一行，同时密切关注着这场东南亚巨变。从古至今，越南人对自己的定位都是一方小霸主，柬埔寨没少遭受越南的侵略，因此柬埔寨人大多怀有反越情绪。不只是柬埔寨、老挝、泰国等国的情况也大都如此。然而，仅凭越南自己是不敢同时招惹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。真正让他野心膨胀到丧失理智的，其实是他背后的苏联。抗美援越战争结束后，苏联不仅没有停止对越南的援助，反而加大了对越南的投资，并鼓励越南继续扩张。越南入侵柬埔寨前1个月，苏越两国刚刚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。苏联之所以大力扶持越南，一方面是想在南北2个方向上对中国形成夹击态势，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美苏冷战格局中构建一个稳固的前出基地。此时的国际形势是，中国的改革开放尚未开始，元气还没有恢复，而美国刚刚在越南战场上吃了大亏，正处于战略收缩阶段。苏联则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后期进入了全盛时期。无论是世界大格局还是东南亚的地区局势，都让越南产生了傍上苏联就能在东南亚一家独大的误判。
于是这个国家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，立即拿出了法国殖民者的印支联邦蓝图，想要将这个计划强加给邻国。虽然柬埔寨的直接敌人是越南，但真正的大麻烦是苏联。而在这方面，中国和柬埔寨有共同的利益诉求。1970年，西哈努克初到北京时，他曾因自己和随行人员给中国增加负担而向毛主席表达歉意，得到的回复是：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，相信你的人越多，我就越高兴；当你身边的人越多，我就越喜欢。虽然中国在当时反对的是美国，1978年底以后反对的是苏联，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：随意干涉他国内政，挑动地区纷争。不管是出于自身利益还是国际道义，这都是中国不能容忍的。越南清柬战争期间，中国对柬埔寨提供的最有力帮助，无疑是直接对越南动手。越南的清柬战争从1978年底一直打到1991年10月。中国在中越边境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两山轮战也一直从1979年2月打到了1993年。旷日持久的战争直接让越南丧尽了国本，整个80年代越南民不聊生。那时候河内普通公务员每月的工资只够买2打鸡蛋。越南街头仅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是少量老旧公交车，他们还是抗美援越时代中国支援给越南的。我们把目光投回柬埔寨，除了最直接的战争手段，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向柬埔寨提供的支持也不在少数。战争开始后，柬埔寨第一时间派国防部长宋城等官员来华求援。由于海上交通容易受到越南军警的骚扰，中方便考虑从借道泰国援助柬埔寨。要说越南也是坏事做绝，众叛亲离。纵使泰国与柬埔寨也有边境冲突，并且比起中国，当时的泰国更愿意听美国的命令。但在当时，泰国二话不说就与中国达成协议，同意由中国出钱出武器，再由泰国军队将中国的物资送到民主柬埔寨政府手上。按照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透露的消息，美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都为民检提供过资金和物资支持。要不是越南站在了东南亚和平的对立面，很难想象这些有着不同国情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会有如此团结。而中国同东南亚国家打的交道，也为日后的东南亚战略埋下伏笔。在中国政府雷霆出击的同时，西哈努克也没有闲着。他在1981年成立柬埔寨独立、中立、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。次年，该组织与前柬共领导人乔森潘领导的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、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组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，与越南扶持的傀儡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庭抗礼。西哈努克任民柬3派联合政府主席。这样打到1988年，越南和韩桑林政权终于开始认输。2年后，最后一批清柬越军离开柬埔寨国土，西哈努克则被国内4派共同推举为国家元首，此前的头衔和权力也得以恢复。又经过联合国的短暂维和后，柬埔寨恢复了70年代以前的宁静，而越南节节败退的同时，称霸半个世纪的苏联也走到了穷途末路。后来的俄罗斯声称，苏联为了与北约对抗，花费了6000亿卢布，为了打压中国花费了2000亿卢布。苏联时代，卢布与美元的价值相差不大，这笔庞大的开支成为了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。而各方在柬埔寨的博弈结果，也宣告了苏联的对华战略满盘皆输。中柬合力赶走了越南侵略者后，西哈努克一如既往地将中国视为第二祖国，时不时地来到中国居住一段时间。为了保护这个忠实的小弟，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也从未停止。柬埔寨重获独立以来，中国对柬埔寨的年均援助额度超过1亿美元。而在西哈努克年事已高时，他选择治疗的地方既不是柬埔寨本土，也不是美国，而是让他感激不尽的北京。在西哈努克病逝于北京的2012年，中国对柬埔寨援助额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.6亿美元，在当年柬埔寨获得外部援助总额中的占比为 30.73%， 总额与占比双双创下历史纪录。柬埔寨商务部下属投资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最近10多年来，中国对柬埔寨援助额在柬埔寨外援总额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 20% 以上，中国是柬埔寨的第一大金主。隐藏在数额之下的还有中国授人以渔的温情。如果把各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做一个横向对比，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美国、日本等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中有一大半集中于社会部门，包括健康、教育等领域。而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方向中，基础设施部门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，工农业等经济部门次之。
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更具长远意义，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这样精准援助的结果，就是在2012年以后，柬埔寨连续多年在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速排名中高居第一，并在2016年摘掉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。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成果显著。2015年后，中国又带着柬埔寨坐上了一带一路的顺风车，在可预见的未来，柬埔寨的经济实力还将进一步提升。在中国巨额援助的背后，或许有人会问，苏联都解体30多年了，这样的投资还有意义吗？当然有，而且其意义远超当年。进入21世纪后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各个世界大国对这一地区的关注。今天的美国、日本、欧洲、印度都在极力拉拢这些国家。得益于区位优势，中国在这场争夺战中始终占据着先发地位。然而，这段持续数千年的邻居关系和宗藩关系，也让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打交道时显得格外敏感。今天，中南半岛上实力最强劲的2个国家，非越南和泰国莫属。偏偏这2个国家，一个与中国打了10几年仗，一个与中国有意识形态分歧，这2个国家的反华势力不容忽视。想要掌控东南亚，就必须要处理好与这2个国家的关系，友好合作的同时，也要防止他们打乱中国的东南亚布局。翻开地图，你会发现，柬埔寨这个国家虽小，却正处于越南和泰国中间。它与北面的老挝一起把越南与泰国分割成了2部分。一个相对强大的柬埔寨可以在必要时同时震慑越南与泰国，更能防止他们联合反华。如果说40年前的通力合作是被压迫国家之间的抱团取暖，那新世纪的中柬邦交就是中国全球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2024年5月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宣布，纵贯柬埔寨4省的德崇富南运河项目即将步入施工阶段，而整个项目预计消耗的17亿美元又是由中国提供。消息一出，越南人先坐不住了，他们在媒体上抱怨运河将会减少柬埔寨对越南港口的依赖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许多媒体和政客也在污蔑中国要把运河修成中国的军事基地。美国和越南的阻挠是利益之下顺理成章的结果。然而，美国与越南没有搞懂的是，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不仅有短期的算计，长久交往带来的政治互信，才能让国与国在交往当中实现真正的双赢。中国在西哈努克时代拯救了这位国王，也拯救了柬埔寨，而如今柬埔寨忠诚地跟随中国，其实都是水到渠成。